我胎记从小就有，他却因为别人的看法对我产生嫌弃，还经常发脾气。我有丰富的工作经验，完全可以养家。他不是那么勤快，我能在家务上多帮他。有些小问题我都会进行深刻的反省，希望他能尽早和我结婚。我目前还没完成我的学业，本来我们的年龄就差挺多的，而且他还总痴人说梦，不求上进，不注意个人形象，总是跟我讲大道理，遇到危险的事情他还不听我的劝告，一意孤行，而且他总是乱吃醋，最后造成我的身心都很痛苦。有请这对情侣，有请。小耿29岁，来自河北，自由职业，有请。小莹20岁，来自河北，学生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这我就得问了啊，因为毕竟比人大9岁嘛，是吧？姑娘还小，您这自由职业到底是个啥职业呀？就是不是说太稳定，但是收入啊还是干啥的？电竞，然后还有一些别的一些兼职。电子竞技不就是游戏代打吗？游戏陪玩吗？对，直播之类的。那我明白了，咋认识的呀？谈了多久啊？他之前是干餐饮的，当时我们都是在前厅干活，然后就认识了。那个时候我刚好是高考毕业完，出去体验一下生活。现在你在读书？对。啊，读大学是吧？对。谈了多久了？谈了有2年了。这是初恋，对，是吧？啊，就是他也是我的初恋。怎么27岁才谈第一次恋爱呢？就是前面就是没有谈，因为是在学习，在什么啊，然后一直在学什么呀？学的一些美术还有体育之类的。学美术学体育，你是体育特长生？对，然后什么专业的特长生？就是跑步之类的，然后一直就是拔学校的第1名。啊，这样的学校的第1名。什么学校的第1名？就是体育校那种体育那种。体育中专校还是什么校啊？中专校那种。谈了2年。对。喜欢吗？喜欢。那今天为什么来我们这儿了？因为他说要结婚，但是我感觉现在结婚太早了。一方面是我现在是一个学生，我想先把学业先完成，然后另外我就是感觉他工作还不稳定，他1年可能换好多种工作，就是他之前是干餐饮的，然后又干电竞，还抬花轿，做这边的那个小丑什么的，很不稳定。我现在没有这个结婚的打算，我想的是以学业先为主。就之前我们是聊好的，说是答应结婚，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各种理由。这个意思吧？对。第一是在工作上面成为了我们结婚的第1个障碍，对吗？对。还有第2个障碍吗？有，他天生吧，就是带有一种那个遗传病，因为他吃不了过于刺激性的东西，然后凉的、辣的、油腻的他都不能吃。如果吃了之后呢，他就会刺激性咳嗽。我跟他的饮食习惯有点不太相同，我就是特别喜欢吃辣的那种，因为我就是好多好吃的我都吃不了了。那这玩意儿改不了啊，姑娘。那你除了换人，这个没办法呀。我感觉吃一点也没有什么呀，就是吃一点有啥呀？你疯了吧你？没有。吃的是过敏是吧？就是只要是刺激东西，医生建议就别吃。
吃就会咳嗽。这个还会再遗传吗？这个我没有看过，我也不太清楚。好多吃的都是为了他，就是饮食上就是行，明白了，你也不愿意为了他。好，还有一个，他头上就是还有一个胎记，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吧还好一点，因为他那个胎记是特别的明显，就那种。从小到现在一直有可能会工作等等会有一些疑问，然后有时候还会因为这事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，就可能有人就会直接就摸，就感觉有点不太礼貌。是个瘤状物啊，还是个一个天生的，就是个本来很小，然后他可能受脑部营养，然后也就大了。那你去看过吗？这到底是胎记还是一种什么病的病变？我是想结婚之后才能，因为现在已经这么多年了。你得对姑娘负责呀，你得先看了没这病，你再跟人结婚呐。不是这个没什么事情，因为不会遗传这东西。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并没有太介意，别人问你男友后边那个是什么，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是胎记，但是后来问的人越来越多了，我就开始厌烦了，就这种。我不好奇这有什么好奇的？我不看，你好奇你可以看。你不好奇，好多人看了之后都会好奇的，应该之前不是这玩意儿有什么好奇的？一个人真的，一个人头上长了一块胎记，然后那个胎记它会变化，变大或者变小，或者颜色发生了变化。首先第一点要看大夫，这有可能是非常严重的病。为什么会好奇一个人有没有病呢？这些好奇的人不是有病吗？不，就像跟他一块儿去剪头发一样，就是理发师看了之后，因为他那个胎记跟别的胎记不一样，他就是凸出来那块儿。所以你是把当猴子看是吧？他就是属猴的。我就是。哦，那倒是合适了，那倒是合适了。行，你够稀里糊涂的姑娘。还有啥？后来我慢慢发现，我们两个性格就是有点不太一样，他就属于那种急性子，然后我属于那种慢性子。就是有的时候吃饭的时候，他吃的比较快，然后我吃的比较慢，他就不知道等我一下，然后还老催我。他是不只是吃饭慢，他就是有时候，比如约会吧，比如冬天夏季吧，约会吧，我在外面站，冻得我脸都发红，那个多正常啊！他说一会儿，这就1个小时过去了。然后夏季也是被蚊子咬满身都包，然后我在这死等1个小时，在学校宿舍门口就等着。我感觉很正常吧。我就感觉就是夏季和冬季来说，有点让我难受。我也没让他等太长时间，就几个小时，也不是太长，我就尽量快了。我感觉很正常。别的男友等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说。你又没谈过恋爱，你怎么知道别的男友怎么回事呢？我有眼睛，我可以看呀。别的男友等的时候就没有去说他女友什么什么，也没有催。冬季我可以等，但是夏季的话，我怕热，穿的薄一定被蚊子咬很多包。他出来之后，几乎全都是包。你会心疼吗？我感觉也没有什么，我感觉很正常。所以你真是把他当猴养，而不是当男朋友的相处。还有别的吗？他比较喜欢那些小动物，喜欢猫啊狗啊，我就跟他有点不太一样，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被一只小狗就是咬过，心里有一点阴影，就是害怕那种。然后他就特别喜欢的那种。我就喜欢，几乎动物都喜欢，尤其是狗和猫，因为小时候也是有一段经历，就10只狗和我不陪伴，几乎不认识。就待了一段时间，然后那时候就产生了那种亲人的感觉，那种温暖。是。但是因为动物的事，他还跟我吵架，他就说小动物怎么好，我就说你为什么不能考虑我呢？你们是在家里养了吗？养，然后最后他都给我偷着给了我朋友，然后等等，然后我就回来就特别难受。我去找他玩，他有那个我害怕呀，我都跟他说过了，我害怕。还有什么障碍？我再听听。我们大学吧，就是别人跟我告白，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。不是这不正常。这怎么就正常了呢？咋不正常？我性格还可以。也就是说，你的同学并不知道你有男友。知道有男友，但是我已经明确拒绝了，我都跟他说了。给他告白，然后他告诉我，本来知道我吃醋，然后告诉我，然后我更气。男的会吃醋啊，然后我还是特别爱吃醋那一种，他就跟我说，然后我气得我。但是我已经都明确拒绝了。我想的是，如果他不知道的话，有点不太好。如果要是他知道的话，他会不会更爱我呀？然后我就直接跟他说了。我想的是也没有什么，但是家里就是亲戚，我表哥，然后生日的时候送我生日礼物，这些醋他都会吃。他看见了他也生气。回家之后，他当面虽然不说我，但是他就是在私底下一块出去玩的时候吧，他就会训我说我。因为那东西他不是说很昂贵什么，都可以满足，他可以买得起。就为什么让别人送？就哪怕是他亲戚、表哥什么的，这样我看见我也非常难受。但是我就感觉很正常呀，一个哥哥送妹妹礼物咋了？他太爱吃醋了，以后如果要是真的成家之后，
影响家里和谐，我感觉。还有别的吗？前几个月刚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差一点我命都没了。就那次跟他一块儿发生那件事情之后，我感觉他就是对我的人身安全不够太考虑。那次就是我回学校办一点事情，然后他就是骑着自行车载我到学校，但是当时是导航出现了一点问题，就是把我带到高速上了。他的导航可能是没有更新还是怎么，我也没注意，然后我又导之后我再看手机，然后已经上高速几百米了。那不可能啊！你怎么进的收费站呢？没有，那是直接上德口，没有收费站。那收费站在中间或者在更远的地方。不对呀，那你高速应该是全封闭路段呀。没有，当时就没有标志，就是挨着那个大路，骑着自行车载着我往那边走的。当时可危险了，有一辆那个大的是吊车，当时我特别害怕，然后就当时整个人都吓傻了。当时车来的时候，我就确实也是我的失误，但是我确实不知道导航会弄错。这不对，你上高速太明显了。不，因为那是晚上。因为看不见牌子，然后走这边才发现是高速，然后导航也没有说是高速，就是导一条线。你们这地方离高速得多近呢？然后就车又来了嘛，来之后你就直接吓傻了，跟我有关系，有导航有关系，就为了找那个近路。当时他要做出这个事情，然后我就感觉他对我的人身安全一点也不负责任。这个事情也包含了我不想现在跟他结婚，我感觉他现在考虑的还是不周到。是让他跟我就早点结婚，他的意思是说。很多个理由要结婚晚一点，我是想更早，因为家里能承受起这个结婚都已经谈好了，但是现在我女友不愿意了嘛，我着急了。什么叫家里能承受结婚？谁能告诉我？就是家里的结婚东西都给买好了，就是房子什么都买了，然后就是让我娶了她之后，以后挣了钱，然后再给父母，再还给父母，这样。听懂了。但是我现在不想。一方面是我现在还在上学，另外一方面是我感觉他的工作还不稳定。我感觉学校也比较危险的地方，也比较复杂，比较危险。学校咋就危险了？校草挺多的，然后也挺乱的。我感觉就是想结婚之后早点就是保护他。但是我每次都拒绝了，就算我跟他说了之后我也拒绝了，他老是把这个当回事儿来拿出来说。姑娘，你为什么不跟他分手呢？我喜欢他呀。你刚才说的都不是喜欢他的理由啊。你刚才说的任何一点都可以成为非常充分的分手理由啊！但是喜欢他，而且你对他整个的讲述里面没有喜欢，只有好奇，不看他另类和厌倦啊。但是喜欢盖过了他那个所有。你怎么喜欢他呢？我知道。我爱一个人，他遗传而不能吃这些东西，我不能当他是个缺点啊。我爱一个人，他有一个与众不同的长在身上的一个东西，又没有看过，我当然第一反应是让他去看的。他那个这是我理解的爱，这是我理解的爱，我不跟你辩论。你跟我理解的不一样。我们俩是理解的不一样。嗯。我承认啊，我只是在谈我的理解。好。我理解这是爱情。嗯。你理解的那是爱情，那是你的事儿。还要在一起，但是不结婚，对吧？嗯。来吧，各位老师，看看应该怎么办吧。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女生，我想再确认一下，你喜欢这一个男生，对，但并不是在心里彻底的接受这个男生。我没有不接受他，我接受他，但是彻底接受了吗？彻底接受了，但是有几点不接受，就是一个。那么也就是没有彻底嘛，有几点，哪怕有一点，那也就是不彻底啊。你认为他可能还不是你要的那个好男人，在这个男人身上，你似乎还找不到安全感和幸福感。一个29岁的男生，到现在还在四处出击，我认为你这是好高骛远，因为接下来如果走进婚姻，你是需要有担当的，是需要有责任的。但是他刚才说的，他对职业的诉求和他目前职业的状况，那确实是非常令人担忧的。我想你可能判断上有问题，但女生的第六感已经明确地告诉你，在这一点是没有安全感的。婚姻这一个事情，仅仅单方面有爱是不够的。我其他不说了，希望你们两个人思考一下，
我刚才的话，好吗？好。谢谢波红兄。女生，其实我对你今天整场的表现，我挺惊讶的。你是个有智商的人，你可以考上大学。你也是个有情商的人，你能有着男朋友，在学校还有人向你告白。你也是个有能力的人，你有勇气走上爱情保卫战，但你有问题哎。我觉得你是无比的冷漠，你跟他相处让我感觉就是在猎奇。恕我直言，我的感受就这样啊，你可以不认同。你看他在楼下站1、2个小时，拎一身包，好好玩哎。你看脑袋上长一块胎记，我的感觉就是这样，这明显就不像是在爱一个人谈恋爱。你说，哎呀，他一开始觉得他那块记还没什么，现在觉得好厌烦。你这不是在浪费你的时间吗？但是我不是这样想的呀。你刚才就这么说的呀，你不这么想这么说干嘛呢？我哪句话不是你自己说出来的？不是我帮你编出来的呀。你厌烦他的这个，厌烦他的那个。你喜欢他什么呢？你让我听起来你就是喜欢他的特殊。他和你身边那些踏踏实实参加中考、高考、考上住名牌大学的学生不一样，他们都循规蹈矩，该上学的时候上学，该考试的时候考试，该读大学的时候读大学，该在大学喜欢同龄女生的时候就喜欢了。这个人不一样啊，好奇怪，没接触过，那不就是猎奇吗？你们这段感情让我觉得多多少少有点畸形。就不是在审美，你知道吗？是在审丑。男生，我不是说你丑啊，其实我觉得你在你自己的这个世界里，在你的闭环里也没有问题。说白了，我并不觉得他看得上你，而且我也觉得你自己并没有看得上自己。如果你真的自信的话，不会信口开河说我要做电竞公司。所以我也希望你做回自己，脚踏实地。咱先去把身体治一治，看看你的毛病。心就踏实了，结婚的事儿您就别想了啊！行了，莎娜老师您来吧，啊！大开眼界，荒唐奇葩，这是我想到的几个词啊。如果不敬了，你们就各自承受一下啊。我说话比较直接，我为什么说荒唐可笑呢？谁喜欢谁？都喜欢。都喜欢，在哪儿喜欢啊？如果真的喜欢一个女生的话，会阻碍她的前途发展吗？人家正在上大学，是一个大学生，你让人跟你结婚，结什么婚？这是喜爱吗？这不就是占有吗？结了婚也可以。我害怕你跑了，所以我先把你纳为己有。先结了婚，是我老婆了，你就不敢怎么样了？你也是，你不喜欢他，你不懂什么叫恋爱。如果你喜欢他的话，你不会忍心自己的男朋友在下面钉一身蚊子包，然后你的反应是说，啊，我觉得没所谓啊。一个正常人，一个正常女生的恋爱思维是，他来了，在楼下等我，我迫切的想要见到我的男友，我也不忍心让他在大冬天受冷，在大夏天受热，还被叮一身的蚊子包，我心疼我的男朋友，这是一个正常人的思维。你告诉我这是喜欢，你告诉我这是喜欢，这是爱，你是折磨他，而且20岁不小了，非常清楚自己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样的感觉，非常明白自己爱一个人、心疼一个人是什么样的感觉。如果他把他的这种感受形容成爱的话，那所以我会发出一开始的质疑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姑娘，我想告诉你什么呢？认认真真、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任。在我看来，你们两个人之间没有感情可言。有的也只是你们各自以为的那种爱情，各自沉浸在自己的爱的幻想当中，实质上这种感情不能称之为爱情。谢谢。啊，来，曲总啊，男生，我其实蛮少听见说啊，我的家庭是我的原生家庭是离异的，会变成这样说，我有2个家。能说到这个2个家的人，这4个字是不容易的。是要不就是能够感受到2个家的爱，哎呀，我幸福，我能把这段经历解释为2个家。2个家不爱，就是挺破碎的。对，第2种就是你这样，明明是不爱，但是你说2个家就是你希望得到爱，所以你特别想要一个家，所以你和他在一起就是结婚，所有的目的，你的诉求就是结婚。我要结婚，你只要答应我结婚，我怎么都行，因为我要一个家，我太缺家了。
女生能理解他这种状态吧？而你认为喜欢的是什么？你要的是什么？你要的当然不是结婚了，这个家的事儿在你面前想太远的事儿了。你要什么？谈恋爱啊！就是要的这种感觉，一个男生在楼下等我2个小时，而且一句话不用说。你既不要他喜欢的猫猫狗狗，你也不要他的那种不能吃到一起的那种状态，你根本就忽略他的那种他的不能说是病的一个未知的一种状态，你不去给他查明白，那你爱他什么呢？你根本就不爱他，你就要自己这种感觉而已啊！谈什么结婚啊？认清现实吧。你也是小伙子，你的目的我个人看起来很明确，你需要一份爱，但是他能不能给你？对吧？能不能现在就给你？需要你自己的努力和能力，自信一些，好不好？不容易，小伙子不容易，但是真正能够活出出息的要靠自己，对吗？对，加油！还原一下，其实非常简单啊。一般的人在恋爱当中，只要爱上了或者喜欢，都会心疼或者关心对方的生老病死，关心他是否安好。但是你们并不关心，如果欣赏一个人，他不会去挑他的刺，指责他。但是你们跟人不一样，一边是欣赏，一边是挑刺。大概你们的这种欣赏比我们理解的更厚重，显得我们很浅薄了，啊，显得我们很浅薄了。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，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我想以后就是踏实的、脚踏实地的做一份普通的工作，然后做回普通人，然后把所有的爱都给你，然后保护你，哪怕用生命，我感觉也无所谓。我是真的想保护你，想给你一个家，我也想要一个家。我想的是，我还是得先完成学业，然后这个结婚的事情还得另推。等你有了稳定的工作之后，然后咱们再说。可以。谢谢两位，请回。来，请关门。好了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大家通过金鱼 APP、天津 FTV 网络电视、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。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、腾讯视频、爱奇艺、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。欢迎登录抖音搜索“爱情保卫战”的官方抖音号，并添加关注。我们会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开通直播，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。如果你们想连麦他们的话，可以私信我们。来，请开门，请开门。达成共识了，算是吧？继续恋爱，先不结婚，这个理解对了吗？祝你们恋爱快乐！来，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这对年轻人的浪漫时刻。各位，请见证。我和他在一起1年多了，我很爱他，但是我对他越好，他就越任性，爱欺负我。我们在一起后，他说会包容我的一切，但是他现在却老是抱怨我不懂事，太任性。我只是想让他全心全意爱我，难道这也有错吗？他现在越来越霸道，什么事都要听他的。我现在活得真的太累了。有请这对情侣，有请。小王22岁，来自成都，自主创业；小静23岁，来自成都，兼职模特。欢迎两位年轻人啊，在一起1年了是吧？对。对啊，你们能不能给我讲讲你们在街上是怎么认识的？因为这对是在街上认识的。啥情况？对，因为当时在商场嘛，我觉得她挺漂亮的，我就觉得。如果平常的要微信的话，哈，肯定是要不到。然后我就急匆匆的去把他的杯子给打破了，然后我就说加个微信吧，让我陪你。
之后就聊了聊天，然后请他看电影吃饭，然后就在一起了。你是一老手啊？没有，我只是急中生智。啊，这后来怎么陪了个杯子就陪成了又吃饭又看电影了呢？我很好奇，姑娘。因为他当时就对我也很好嘛，他就是总是很幽默，老是逗我笑，我也觉得他很不一样，跟其他的人，然后就跟他在一起了。所以要说一句，年轻真好，就是跟着感觉走，所以也是一段美好的开始啊。怎么了？现在？我觉得我很宠他了，我可以说我是宠到他上天了直接啊。然后，但是我接触之后，他太刁蛮，太任性，我真的是受不了他了。哦，你受不了了？对，我实在受不了了。我的天哪！就是他家里面条件比较好嘛，他家里面干房地产的，然后我家里面就是那种工薪阶级。然后我们在一起5个月之后，他就把我们的事给他妈妈说了，他妈妈就觉得。好像是鲜花插在牛粪上。不是，你为什么总是在意我父母的想法？我都跟你说了，我跟你在一起，你只需要宠我一个人就好了呀。你怎么总是说他们呢？因为我还是想让你父母祝福我，他父母就觉得我们不合适，然后就因为这个事儿，他母亲还专门找我一次。他母亲就说他女儿从小到大想要什么都行，凭什么要跟着我受苦受累啊？就是说叫我们赶快分手嘛。哦。然后他还觉得说我一紧张就磕巴。这种就觉得上不了台面。不是主持人，我妈妈找他，我是不知道这个事情的。但后来他告诉我之后，我很生气。这个世界上只能我欺负你，就算我妈妈，我也不想让你受欺负呀。然后他就强行让我给他父母撕破脸，然后就是给他父母对着干嘛。他就说叫我出去跟他合租，他妈妈本来就很不高兴我们在一起了，然后还要我跟他一起合租，那不是火上浇油吗？然后我一开始是不愿意的，他就一而再再而三的说我。他就说，我是个很没用的男人，他都不怕，我怕什么？本来就是呀，你一个大老爷们儿的，我都为了你跟我妈妈撕破脸了，跟我家里面。啊，示威是这意思吧？就出去了，出去之后呢？本来他父母就不高兴，然后我是刚毕业出来嘛，我想创业嘛，然后我也去借钱啊，然后他就直接从他父母那里拿了一笔钱给我，虽然我还不知道，他还瞒着我，后面我才知道的。你怎么会不知道啊？他就说他是跟他朋友借的，我当时也不要，然后他一直硬着我拿着了。不是，这本来就是我的钱呀，这就是我父母给我，然后他是我的钱，我就是找我父母多要了一点零花钱，然后他说他想创业，他去找他朋友借钱，那你跟我在一起，那我的钱不就是你的钱吗？那我跟你花怎么了？但是你知道吗？我拿了这笔钱之后，我压力很大，主持人，我压力很大，我每天就要想着我不能失败，我只能成功。那我都跟你说了，我拿了多少零花钱啊？对，我也想。就是我找他们多要了一点。不是，你到底给了他多少钱吧？就几万块吧。他创业，他还找他朋友借了一些，我就帮他添了一些。还好吧，理解你，理解你。那我跟他说了，我说这是我的钱，没事儿。我说你失败了，我们再来，我陪着你，只要我们两个在一起就行。而且我跟你说了，这个钱我算借给你啊，等你创业成功之后，你再把钱还给我父母就行了。但是你从来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，以后我怎么面对他父母？那以后是我跟你结婚吗？还是我父母跟你结婚？你看，你只需要想我的想法就行了呀。哎呀，这骄纵的小公主，我要说你一句话，你都没脸站在这儿了。那么恨你父母，问你父母拿什么钱啊？我没恨我父母呀。你不是讨厌他们吗？不是他的想法，他老是想着我父母怎么，他跟我在一起，他就觉得很有压力。他就是有压力，这客观现实啊。对呀，但是我现在也不想让我父母这样觉得他，所以也想让他成功啊，所以才去拿这笔钱让他。他要一辈子不成功，你嫁不嫁呀？我要嫁。所以焦点并不是在这儿嘛。啊，接着说，小伙子，第一层听明白了，因为家庭的这个悬殊。对啊，让小伙子压力巨大啊。好，就是还有我平时是一个很喜欢打扮的人，真的，就是我不瞒你说，我以前是个精神小伙，但是你看一下我现在，就是说我以前我还会整一下发型之类的，我以前挺精神的，之后我以前会把我的头发给支起来。然后不是主持人，他每一天就是花时间太多了，在他发型啊，在他这些脸上，就是你多花时间在我身上怎么了？谁也要注意形象啊！我是个男的，那我也要注意形象啊。他就不让我弄头发啊，他就去把我的发胶啊，然后这些都给扔掉。然后我有时候我还会就是
修一下眉，他也不让我修。就我皮肤本来就很不好嘛，然后我以前就会敷面膜，他就说我不爷们儿，然后他就不让我敷。我只是想让你把时间多花一点在我身上，就你捯饬的那么好干啥嘛？我觉得你现在就很好呀。还有衣服，我平时喜欢买一些比较花哨的衣服嘛，毕竟我才20出头一点。然后他就给我买这些格子衫。你现在又在创业，我觉得这种比较成熟、比较稳重啊。很好看吗？我一个我觉得好看就是好看，跟一个40-50岁的人一样。你不是说了要听我的吗？以前你老是说要一直听我的，那我现在觉得你这样就是很好看，那最好看呀。好，这个也听明白了。还有啥让你不顺啊？就是。有时候我们会拍照嘛，会发一些朋友圈，然后他只修一下他自己的图片，他从来都不会修我，从来不会，就好像精装房跟毛坯房一样。我也想在他朋友面前好看一点，有错吗？没错吧？没有那么夸张哈，主持人。我觉得我们2个我们在一起，我漂亮我就行了呀，你就负责好好赚钱，好好宠我。然后他非要想，就是我们 P 图，他老是想让我跟他 P 的好看一点。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，干啥老是想要 P 呢？人家不知道你长什么样子吗？那我觉得你现在就很好看了呀，你不用 P 就已经很好看呀。我觉得我不好看。老纠结那么多，一个大老爷们儿。他总觉得我不大老爷们儿，然后他总是让我做一些不大老爷们儿的事儿，就比如说。是这样，他有一次就是说还加了他微信去骂人家，骂不过人家还要去打人家。我怎么可能骂不过？我并没有骂不过，我只是觉得就是我加了他微信，我跟他说了，我说人家是有女朋友的，你不知道吗？你为什么要大半夜跟人家发这种就很过分的那些照片？那我就说你这样不对，他理直气壮说啊，那怎么了？我给他发这种照片怎么了？那我就去找他了呀，找他了，我就是教他怎么做人，教他怎么当女生啊，不知道人家有女朋友吗？来勾引人家。他这种就是不可理喻。什么又是不可理喻？太任性了，我就感觉。又任性？那你现在就处处为他说话，那你到底是爱我还是爱他呀？我真的是搞不懂你。你看他就是这样，主持人。哎呀，哎，后不后悔那会儿那么莽撞的把人家小姑娘的水杯就给撞倒在地了？不后悔，不后悔就忍着嘛。主要是我忍不下去了。本来就是你的错呀，看到一个女生就怜香惜玉吗？你不是说了把我当成公主吗？你不是说了要永远对我好吧，永远宠着我吗？但是公主也不会这么当的吧？怎么现在就说的跟做的不一样了呢？她还在生活上很折磨我，我就是很受不了这一点。你看她很瘦了，我跟你说她不到90斤，可以说是风一大就可能把她吹倒的那种。然后她还是要讲着减肥，天天吃的水果沙拉、蔬菜沙拉，还带着我一起。
我每天下完班本来就很累了，然后他还是让我跟他一样。不是我每天给你做饭，你还嫌东嫌西了。我现在真的是跟一只兔子一样，回家就看着一些草。不是，你应该不是觉得很幸福吗？你每天下班回家，我把饭菜做好等着你。等一下，没有饭，只有菜。饿吗？我现在还饿着呢。录节目的时候他不给你吃盒饭吗？他不让我吃。没有那么夸张，那每天摄入的那些能量是够了的呀。那我不都是为了我们两个好吗？那你看看你现在身材多好，这是谁的功劳？我觉得我这是饿瘦的，我不是身材好，而且我还有个哥们儿。我有个哥们儿经常不联系，然后有一次他回来叫我出去吃烧烤，然后他就硬要不让我去，他说那个外面不健康，太油了。我不让他去都是为了他好，因为他的肠胃不好嘛，他一吃那些烧烤啊油腻一点的东西他就难受，他难受我也跟着难受呀。那他又不想做这个坏人，那只能我来当咯。我说我不允许你去，那让你兄弟觉得我怎么样？那我不都是为了你吗？我说我宁愿那个太不卫生，我都愿意去，我都想尝一下肉的味道是什么。每天晚上，然后还要去跑步，让我陪着他跑。跑完步，我们家住5楼嘛，明明可以坐电梯上去了，但是他就要让我背着他上去。他说他饿了，就是他走不动了。他连坐电梯的能量都没有了，我在想，我也只是这么多啊，你每天吃多少，我就每天吃多少啊。你是个兔子，我也是个蓝兔子啊。你自己以前说过的话你都忘了吗？你说我就是你的公主，你永远当我的骑士，我让你背一下抱一下，这没什么嘛。那你作为我的男朋友，这不就是你应尽的义务吗？这个骑士他也要吃饱了才能撑起他那身盔甲吧。我就很不理解，我怎么觉得就好可怜啊！就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，一个男生说我吃不饱，我饿呀，给他准备好盒饭啊，录完了以后多让他吃几个。没有那么夸张。兔子骑士啊，兔子骑士，来，他还有个特别坏的毛病啊，他就是很晚才睡，然后我每天本来工作很晚很累了，然后我还要哄他睡觉，他才能睡。你不应该哄你的小宝贝睡觉吗？难道？就因为这个，我还专门去学了一些催眠手法，就是助眠嘛。他心情好的时候，我还给他泡脚。现在大家年轻人谈恋爱嘛，大家都会在秀恩爱呀。我也想告诉大家，你对我很好呀，我也有这样的人宠着我呀。而且我妈妈他们本来也不是很喜欢他，但是我想改善一下这个关系，对不对？我就发给我妈妈，我说其实我跟着他很好，没有让我受苦啊。你看嘛，主持人他就是这样，刁蛮任性，他从来不为我考虑，他就是觉得是什么那就是什么，反正他说一我不敢说二的这种。不是，我觉得我对你的任性，那就是我爱你的一种表现呀。那我也为你做了这么多事情，我为了你，我也跟我父母闹掰了，我陪着你创业，我陪着你一起辛苦嘛。那你现在是怎么对我的呢？不是，姑娘，我听小伙子意思，跟你父母闹掰是你要闹的，人家不敢闹啊。那我就是看不惯他受欺负呀，我父母就反正只能我欺负他，这很正常啊。不是，他今天一直在说我，那我也要说你啊。那就是他现在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。我出去喝水，我忘了关灯，开个灯也开不了多少钱吧。他要跟我发火，跟我吵架，我就是做了的那个菜我没有吃完，我再放在冰箱里有几天我把它倒了，他也说我热水开久了，我那个水龙头本来就要放一会儿嘛，水开久了也要说我。我只是觉得该绝的就绝呀，我跟他说了无数次了，是无数次，我跟他说要关灯，但是他从来不会关灯。姑娘，这是他的生活习惯，挺好的呀，节俭呀。我知道这些，我就是我慢慢在改变嘛，但是我就是有时候忘记了，但是他老是说我，那你没必要跟我发这么大的火吧？还有我给他说过嘛，我皮肤有时候就是对化妆品有些地方过敏嘛，他现在说每天就是哎呀我们要节约一点，他老是跟我推那种便宜的，他明明知道我对这个东西过敏，当时我用了他给我买的那个东西，然后我当时就满脸。我父母他们也是用的平价护肤品啊，就你珍贵，你是仙女儿。你从来就没把我放在心上。以前刚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说了我就是你的仙女啊。哦，现在在一起了，我就不尊贵了，我就是黄脸婆了吗？他就是这样。谈了多久来着？无法沟通。1年哈。对。啊，差不多了啊，激情褪去了嘛，开始认识彼此嘛。你们现在见到的是一个真实的对方嘛，刁蛮的小公主嘛，有个性的小王子嘛，这就是彼此认识了。
这就是恋爱的一个过程啊，一段经历啊。下一段就是你们愿不愿意接纳和接受对方嘛。所以问题全部留给我们的4位老师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姑娘，你一定是想抵抗世俗，觉得门当户对这种话特俗气是吧？我觉得你觉得爱情是可以战胜一切的，对吧？对呀，我觉得只要跟他在一起，怎么样都可以啊。跟他吃苦也行是吗？对，我已经这样做了呀。那你就是用不了那么高档的化妆品怎么办？你只能满脸过敏，怎么办？没有想过。你有想啊？那谈恋爱其实就是价值观的碰撞，到最后激情褪去，两个人每天就要面对鸡飞狗跳、琐碎的生活日常的时候，就是价值观在碰撞。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要一定先拿出来说，你们两个人要想继续往下走，做没做好准备，就是去接受和面对、包容跟你完全不一样成长环境的这个人。第二点，姑娘，你懂他吗？你知道他最在乎的是什么吗？你永远都是教科书式的谈恋爱，别的女朋友他们的男朋友对他怎么样，我就要你怎么样，别人洗脚你就要给我洗脚，洗个脚就是对你好，喜欢你，爱你了。你觉得你们有贫富差距，你觉得你不在乎，但其实你处处都在体现你和他之间的差距，因为你变着方的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折磨他。所以我觉得在我看来，你可能是喜欢他，但是你不懂得怎么去爱，因为你没有真正的了解他在乎的是什么。然后对男生，我想说的是，一开始我没有对你有一些反感，但是说到最后，我对你的反感很大。我觉得你有点拿着这个贫富差距在说事儿，故意刁难别人。你如果一开始就觉得这段感情差距太大了，你压力会很大，走不下去，那你就压根不要往下走。你一边要往下走，一边还这边嫌弃人这个嫌弃人那个，确实他作，他是有毛病，但是我不相信他对你的好你看不到。所以我觉得其他的都不说，就想一点，现在就这些琐事儿能不能共同扛下去面对。谢谢。谢谢莎娜老师。我觉得啊，就是在你们的关系里边，这小伙子的梦已经醒了，破碎的全部都是鸡毛了，而姑娘你的梦呢还没有醒。我希望呢，我这盆冷水能帮你去泼醒。你觉得你对他很好，其实你对他不但不好，而且根本都不是拿他当男朋友，你对他甚至一直是鄙夷，因为你觉得你下嫁了。所以呢，你虽然说不能让你妈妈说他不好，但是你每件事都说我比你尊贵，你应该为我付出更多，所以我睡不着，你要按摩，你要给我洗脚，我上了一个地方你要背我，我吃素你也不准吃肉，你真想让创业成功啊？他脑子能量都不够，他晚上睡觉都得哄你，他自己不能睡好，他怎么去创业？你根本没想过。所以呢，你说他把你宠成一个公主，你没把他当王子，你也没把他当驸马，你把他踩在脚下，所以你应该觉得汗颜。你既汗颜从父母那边拿到了很多东西，你又汗颜这么对他，把他踩在脚下，你没有一丁点的尊重。所以我告诉你，不会有好结果的。他也不是一个特别靠谱的男人，他当时对你海誓山盟，对你说什么都可以，现在呢，他已经觉得对你的所有的付出都是不值得的了。如果他心甘情愿的一直为你这么做，你今天仍旧志得意满的不会来这个台了。我希望你今天就醒吧。谢谢厉总。如果我是女生的家里人，确实我会心疼。我的心疼难过，真不是你受穷了跟了穷小子，是你如此骄纵蛮横，不懂得一个女孩应该如何去做一个女朋友，我会为此而难过。你自己有问题，所以才会有今天的哭泣落泪。我知道我有很多问题。我们的生活不是不管不顾的，
我们不是说自己有了什么想法，推开门就走了，跟父母不用交代，我们就去做了。我们的生活不是我希望男生穿成什么样他就穿成什么样，没有这样的人生。男生，如果我是你的父母，我是你的家人，我也会很难过。我难过的是你不能坚持初心，你有勇气在马路上碰到一个漂亮的女生，就上去跟人家搭讪，搭成女朋友，你没有勇气对自己最初的选择负责任，所以你没有这勇气和能力，就不如早点各回各家，各找适合自己的爱情。谢谢。谢谢老师。其实你挺虚荣的，我倒不是说钱的事儿，我相信你那钱是真不想要，但你还是挺虚荣，贪图好看，贪图人家是个公主。问题在于你在娶公主之前，你有没有想过你接不接得住呢？你就会想，我先把公主先弄回家再说，所以你承诺了一系列你根本做不到的事儿。我要养你，得赚多少钱养她？我要对你一辈子怎么地，现在还行吗？你在和他开始这段爱情的时候，你是有虚荣心在作祟的，这一点你必须要非常的认清楚。如果你今天你说我选择不要这样的生活，你就得跟人说清楚。你呢？你怎么会相信他能做到这些事儿？你怎么就能相信一个这样的男生，他可以陪你吃一辈子的草，他做你一辈子的骑士？你要求他做的事情，难道你就不知道，只是一个男人在大脑被冲昏头脑的那个瞬间才会说出来的话吗？你为什么会去相信他呢？别人说你是公主，你就真把自己当公主了？你们之间那个是爱吗？真的是爱吗？是爱还是拥有呢？你们之间那种爱一个人是让一个人自由而美好的发展，这叫爱一个人。你们这种是拥有一个人吗？拥有一个人是希望他活成我想要的那样，那这不是拥有吗？这怎么会是爱呢？所以啊，你们爱上的是对方曾经的那个闪光，你爱上的根本不是现在这个当下，一切撕开，你现在再看一看，你看看他看看你，就这样。谢谢陆琪老师，我觉得他们俩挺合适的，精神上他们绝对门当户对。她穷到了要靠一个男人的尊宠才显示出自己是个公主，她已经穷到了都不知道怎么着才有自己。20郎当岁，一个男生在这儿喋喋不休地跟我说，他没有办法去做头发了，他没有办法去穿衣服了。您不正在创着业，你哪有那么多破心思想这事儿啊？然后这个心已经小到了说，为什么他屁他不屁我？这不是两个女人之间才有的事儿吗？我只是在看娱乐八卦新闻的时候说，哎呀，这个严炳宏老师跟莎娜老师在一起照相的时候，他只屁他自己不屁莎娜，这不是八卦新闻的东西吗？你一个要创业的男人，你在这个上面你发力，你穷成什么样了，孩子？要想谈恋爱好好谈，到了这个阶段就是彼此认识了。今天我想老师们就是让你们认识对方，怎么办？你们自己考虑，一起进入真情60代。我是感觉我应该考虑一下我们之间的关系了，你重新要考虑一下，可能我们两个的本质不一样吧。我知道我是比较任性，我可能是对你有很多的要求或者怎么样，但是我觉得我是真的很想跟你在一起。你说的这些老师他们说的问题我都知道了，我愿意改呀。就我再也不依靠我父母，我陪着你一起，我不会再对你有那么多要求。哎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，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，不收取任何的费用，小心被骗。来看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，请开门，来，请开门。姑娘，你说你改啊？你站在门口让别人走那么远，
所以你那个把他踩在脚下的那个状态啊，还是没有变。哎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